从古城到喜洲古镇一路都玩过了，就没有去洱海边停留，直接骑到喜洲古镇。喜洲古镇500多岁的树，我在喜洲很想你。上次来骑车转了下，这次就走路逛逛。没有吃早餐，买了特色牛奶，15元2杯。和大理古城卖差不多的东西，扎染、鲜花饼、鲜切水果9块9半斤。但是有些店还是很好看，装饰很特别。继续出发，洱海最北边凹向洱海的部分，上午11点看到了最美的洱海，阳光洒在湖面，波光粼粼。整个洱海环湖大概120公里，我们分段骑行，下个目的地是双廊古镇。从小到大，我最喜欢骑电动车，骑在美丽的洱海边，实在太开心了，一路拍个不停，一点儿也不想错过，希望能记录下沿途的风景。这段咖啡路1分钟都没有拍完所有的咖啡店，相信这些店主不能完全以此为生，但他们仍然花时间在这里卖咖啡。之后还看到不少自驾车主停在洱海边喝咖啡，大家很会享受生活。到达双廊古镇已经12点了，准备在这里吃个午饭。古镇的物价还是比较高，碰巧路过一个生意红火的小摊，吃了很本土的米线，价格也很便宜。要什么呀？这2个，你要哪个？这个是辣的，这个不辣的，是不是？不辣的。米线要辣的，然后饵丝要不辣的。这个是双廊的戏台，戏台上还有人在吃饭还是打牌，戏台子已经变成了牌台子。这就是双廊古镇，下面双廊古镇就这么大，外面看着好小呀。继续走啦，下一个大站是海东镇，不过一路上碰到许多好看好玩的，走走停停。海东很多好看的树、秋千，适合拍照打卡。有些是商家打造的，需要消费才能使用。我发现了这几棵好看的树，就停下来在这里拍了照片。关于拍照，后面准备单独做一期视频来讲。大理算是国内的旅拍圣地，我妹妹的婚纱照也是在大理拍的。洱海边有非常多野生摄影师，当然大家也可以自带摄影师或三脚架。你喜欢？Hello， 这里是洱海。路途实在是比较远，2个人换着骑，1天下来才刚合适。这个湾口超多人停车，这底下有一个小海湾、小沙滩，他们可以走这下去。底下啥都没有。如果平时不太有骑车经验的朋友，不推荐环洱海骑行，不管是自行车还是电动车，都比较累。接下来路过一些景点，蛙色镇、小普陀、文笔村、理想邦等等。像小普陀、理想邦等需要门票的地方，我们没有多停留。其他村子沿途好看的地方就下来拍会儿照片，尤其是文笔村以及理想邦后面的几个弯道，能看到大片洱海，很壮观。
我们现在的位置用高德地图定位，叫大理180度海景网红打卡地。如果你在环洱海的时候没有提前做攻略也没有关系，自驾到人多车多的地方就可以停下来看看这个景点你是否喜欢。像之前有一个海湾的地方要爬坡下到洱海边，很长一段距离我就没有下去，但这边远远看那个彩色的石凳我很喜欢，就停车爬了上来。这个景点就是理想邦，它其实不要门票，但如果想拍照，好的位置都需要消费再拍照。现在大理很多这种，其实没必要花那个钱，大理好看的地方太多了，到别的地方拍也行。它那个粉红色的那个婚纱好好看。到达大理市区了，没有停留。下午6点骑回古镇，在南门菜市场逛了一圈，今天的环洱海骑行就结束啦。在洱海边野餐，吃个午饭，下午准备去无为寺。导航无为寺停车场，就到了寺庙门口。现在处于山林防火时期，山上都封路了，刚好清明节要到了，除了本地祭拜的老乡，游客是禁止上山的。所以我们能到达的最高处，也就是无为寺就义泉的高度。说到就义泉，登山途中我们看到好多人提着桶上山打山泉水。至于为什么这么辛苦徒步上去打水，一来说山泉水泡茶更好喝，二来就和就义泉的名字有关。历史上这个地方每逢瘟疫，僧人便用这里的泉水煮茶救治病人。后面会拍到就义泉，我也喝了口泉水。我们现在的位置已经进入寺庙，刚爬了没几步，路过这个亭子，山上便下起小雨。这个叫月寒桥，这个桥就连接了这个登山道和那个石道。古朴又自然的环境。无为寺相当清幽，一路走一路感慨，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会喜欢的自然环境，是武侠剧里侠客们出没的地方。这次在大理还有一个地方我们没去，那就是天龙八部影视城。天龙八部是中国非常有名的武侠小说，之后被数次拍成电视剧，就是在大理取景拍摄的。说回无为寺，除了就义泉，寺庙内还有一口明钟和唐山，即唐代的古杉树和明代的钟，也值得来看看。这次我也拍到了古杉树，只是明钟一晃而过，
没有好好拍下来。